面溫29度，可嚇死我了，趕緊放到冰箱裡冷凍。所以說夏季做麵包不能太自信，一定要常測面溫，面溫高了真的特別容易失敗。還有一個控制面溫更好的方法就是開空調，不管是冬天還是夏天，一定要把室溫控制在20多度，這個就是做麵包最好的溫度。如果要用廚師機打麵的話，那就廚師機桶、打面溝都要冷凍一下，雞蛋冷藏，像牛奶也要把它凍成冰渣狀。還有就是如果冰箱有地方的話，像麵粉咱們就一直冷凍在冰箱就可以。這個麵團和好了，它是有點微粘的，所以現在就放到冰箱裡冷藏水盒，冷藏水盒至少要1個小時，就是時間再長點也行。今天做的是皇冠吐司，所以黃油就要多一點，差不多30到40克。这個黃油也是一定要軟化了再加，這樣更好的揉到麵團裡，也更好揉。揉進去看着被麵團都吸收了，就可以刮起來摔。這個摔就是3分鐘。還是摔到表面光滑有小氣泡就行了。這個時候摔完了就測一下面溫，然後就29度了。其實別等着我摔完了再測面溫，你就中途的時候就測一下。如果面溫升高了，咱就放到冷藏裡放一會兒。就是你做面包不能嫌麻煩，如果你嫌麻煩的話，那肯定就是特別容易失敗。降溫了以後把它拿出來，這個時候就能加酵母了。我這個麵團它含水量夠了，所以這個鮮酵母我就是放到冷藏裡讓它自然化開了，它就是這種膏狀，不用加牛奶了。如果你在第一步摔的時候感覺麵團它缺水，那你在這一步的時候就往酵母裡加點牛奶，把酵母揉到面团裡，還是得摔。這個摔差不多我就摔了有7分鐘吧，因為之前我都摔3分鐘，然後後面再撒個4分鐘。好多小夥伴他就覺得我這樣做太麻煩了，就是步驟比較多，其實是一樣的。你要是不想砸的話，那就多摔一會兒。摔完了，這個面溫還是有點高，就是放到冰箱裡冷藏鬆弛了一會兒，大概也有20分鐘吧。拿出來直接把它分成等份的劑子，因為你這個分成等份的劑子，你就稍微的搓一下，它也有點緊，還得放着鬆弛。這一步鬆弛的時候我就沒鬆弛到位，擀的時候它就稍微有點回縮。你要是鬆弛的話，差不多也得10分鐘吧。最後還得看面團的狀態，就是你擀的時候這個面團回縮不明顯就行了。你們在看我做的時候，其實這個面團還是有點偏黏的。如果你覺得不好弄，那你就在面团的表面還有揉面墊上都少拍一點擀面，但是不能太多。還有就是你做面包要想好吃，口感好，那肯定含水量得高一點。如果你說你那個面团一點都不黏，那做出來的肯定是不好吃的。全部都做好了，還是放到冰箱裡冷藏鬆弛，差不多還是10幾分鐘吧，拿出來就能做第2次擀卷了。這個第2次擀和第1次其實沒有什麼區別，主要就是別捲得太緊，還有就是如果邊上它有那個氣泡的話，一定要把它拍破了。再給你們說一下這個麵包比較重要的，其實每個人它的配方你看都是大同小異，沒有啥太大的區別，但是為啥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？一個是方法，另一個我覺得就是含水量。這個含水量真的很重要，如果你這個麵包吃起來口感好，又特別軟，那肯定含水量得夠。每個麵粉的吸水性不一樣，牛奶的蛋白質含量也不一樣，還有就是雞蛋的含水量也不一樣，所以你用同樣的比例和出來的同一塊麵團，可能它的就是軟硬度也是不一樣的。你一定要學會看麵团的狀態。做好了，面团上噴點水也行，或者是準備一碗60到70度的熱水加到烤箱裡，我用的是32度，發了1個小時。发好的面团拿出来煎一下，然後再把軟化的黃油擠上去。烤箱還是提前預熱。我上次用的是165、180，我覺得有點高。我這次是上火160，下火175。正常這種不夾餡的吐司烤30到32分鐘就行。如果你要是帶餡料的吐司，那就多烤幾分鐘，3、5分鐘吧。還有一個就是比較重要的，你烤好了一定要快點從吐司盒子把它倒扣出來晾涼。如果時間晚幾分鐘，它就特別容易塌。我這個大概有2分鐘的時間，它就是側面有點塌了。